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塞偏偏。提到 TVB 剧，大家第一时间会想到哪些经典剧集呢？是警匪剧、商战剧、医疗剧、法政剧、古装剧，还是民国剧？TVB 剧集跨度之大，种类之广，内容之丰富，在中国电视史上是罕见的。尽管如今的 TVB 已经没落了，但它给观众留下的美好回忆不可磨灭。TVB 剧的好看不仅在于主角，那些演技精湛的绿叶演员也不可或缺。相比家喻户晓的主角，配角往往脸熟但叫不出名字，因为一些演员在不同剧中出场频率极高，给人以一种好入的阿幼之感，也会让人感叹 TVB 就那么几个人排列组合。他们有的在年轻时是挑大梁的主角，年纪渐长就退居二线，演主角的长辈或对手；也有的年轻时一直在打酱油，中年之后才登上事业高峰。更多的演员则是一直默默无闻，兢兢业业扮演好自己的角色，深刻践行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的表演初心。今天偏偏我就来盘点一下在 TVB 的经典角色。TVB 主转配之赵雅芝。很多人提到赵雅芝，第一时间想到的肯定是《新白娘子传奇》。作为寒暑假重播刷屏的港台古装剧，已经成为两三代人的共同记忆。剧中时年39岁的赵雅芝美丽端庄，优雅脱俗，尽管演的是妖，却浑身洋溢着仙气，成为许多小孩子对古装美女的最初定义。哪个80后没有过身披床单、头插筷子、cos 白娘子的经历呢？其实《白娘子传奇》已经是赵雅芝87年复出后的作品，早在70年代，她就是享誉全港的 TVB 当家花旦。1973年，空姐出身的赵雅芝参加首届香港小姐选美，获得第4名。姑姑李若彤和零散一天的丁敏俊、林静也是空姐出身。看来空姐还是个出古装女神的职业。1975年，赵雅芝拍摄第一部电视剧《乘风破浪》，随后几年，她出演了10几部电视剧，较为知名的有和郑少秋、汪明荃合作的《倚天屠龙记》《九留香传奇》，她在其中分别饰演周芷若和苏蓉蓉，以及许鞍华的处女作惊悚悬疑片《风劫》。说起来，我一直觉得许鞍华这个选角很神，能想到让柔弱的赵雅芝演夺命女杀手。1980年，经典名作《上海滩》横空出世，奠定了赵雅芝无限自带花旦的地位。1985年，引进内地以后，父亲许文强的黑风衣、白围巾成为爸爸辈精神小伙们的标配，冯程程的麻花辫和鸽子旗袍也在妈妈辈中风靡。甚至于那几年，一大家的亲戚生下的男孩女孩里，总有那么1、2个会被起名叫程程。如果你也有名字叫程程的朋友，不妨在弹幕里扣个1。因为浪奔浪流的旋律太过洗脑，我一度错觉上海人都说粤语。同样是在1985年，赵雅芝和 TVB 约满后回归家庭，2年后以京华烟云、姚木兰一角复出。此后，她的事业重心转移到台湾。1991年《戏说乾隆》，1992年《新白娘子传奇》是赵雅芝另外2座事业高峰。此后，她还和叶童搭档主演了《帝女花》《状元花》《孽海花》3部剧里，叶童演的依然都是男主。影后叶童优秀的演绎，硬生生导致观众很难认同她是个女演员。2003年，赵雅芝回归 TVB， 出演民国年代剧《西关大少》。虽然当时风头正盛的张智霖、佘诗曼是男女主，但我的目光始终被赵雅芝饰演的吴玉清吸引。这个角色的人设完美到不真实，很容易演成虚伪揍斗的圣母。而且从剧情来看，属于帮男主成长的导师型工具人。但赵雅芝抓住了人物陷入困境时的纠结心态，以及独处时的脆弱感，赋予了吴玉清浓厚的生活气息。尽管这部戏在 TVB 商战剧中质量一般，男女主的感情戏也让我时不时错觉在看《流星花园》，但赵雅芝的配角却让我记到现在。此后，赵雅芝逐渐减少了影视剧拍摄，只有04年合拍的《杨门虎将》的石代军算是戏份较为适中的配角。之所以记得这部剧，是因为它的结局格外坑爹。苏有朋的杨四郎好不容易带着父亲兄弟的骨灰登上长城，然后就被当成通缉犯一箭射死了。杨门虎将后，赵雅芝出演影视剧多着客串，将精力放在了慈善公益上。之前有个新闻，64岁的赵雅芝去敬老院看望老人，被比她小2岁的老太太问：“闺女，今年多大了？”我忍不住想起和她合作过的吕良伟，也得被比自己小3岁的60岁老大爷叫小伙子。虽说明星的保养条件比普通人好，但像他们这样的也是少之又少。吕良伟分享过的保养秘籍是扎马步，不吸烟不喝酒，每晚10点之前准时睡觉。好吧，最后一条我做不到。TVB 主转配之汪明荃。说过赵雅芝，她的对家汪明荃也不能漏掉。这2位的恩怨情仇，香港记者已经编排了一大堆。40、70年代，两人共演《倚天屠龙记》《楚留香传奇》，观众们就在争哪个角色才是男主的真爱。合着红白 CP 之争这么早就有了。其实汪明荃比赵雅芝大6岁，演戏也比她早了好几年。两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外界传的那么恶劣，也没有另一些媒体说的知心闺蜜那么好，属于合作过比较熟的同事，偶尔也会约个饭。他们一个强势，一个温婉，还都长了一张主角脸，谁给谁做配都不合适。所以 TVB 把他俩都评为了70年代的自打花旦。还有2位是李思琪和黄淑仪。
汪明荃早期担当女主的代表作是《京华春梦》和《万水千山总是情》，前者改编自金粉世家。汪明荃饰演的贺艳秋有《红楼梦》里黛玉的才情，《玩偶之家》里娜娜的勇气，《边城》里翠翠的倔强。剧情发挥了 TVB 编剧魔改的优良传统。花花公子金振期最后挂了，看得我心情格外舒畅。而《万水千山总是情》以20世纪20、30年代中国人的救亡图存为背景，讲述了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。汪明荃本人演唱的同名主题曲传唱至今，甚至成了经典名梗。年轻些的观众认识汪明荃，大概还是他在《我的野蛮奶奶》里扮演的希塔拉·硕兰。汪明荃展现了极强的喜剧功底，太平这个角色获得了05年的 TVB 视后。而我对汪明荃印象最深的角色，还是他在经典商战剧《创世纪》中饰演的方建平。作为 TVB 商战剧两大标杆之一，《创世纪》和《大时代》一讲楼市，一讲股市，剧中很多台词放到如今依然不过时，甚至更加扎心了。剧中方建平是地产商霍景良的妻子，大气优雅，处变不惊。从始至终，这个女人懂得取舍，光明磊落，堪称整部剧最完美的角色。作为 TVB 台柱，红到发紫不仅可以形容汪明荃的演艺事业。早在1980年，他就当选香港人大代表。1984年，他作为演艺界唯一代表，出席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签署仪式，并参与起草基本法。1988年，他为第7届全国人大港澳区代表，也因此被台湾省封杀。当时台湾是 TVB 最大的海外市场，汪明荃整整10年无戏可拍，只能从事主持活动。解禁后也只能演骂辈的角色，但他对此从未后悔。TVB 黄金配角之苑琼丹。如果说汪明荃是因为我的野蛮奶奶让年轻观众误解了他的颜值，那苑琼丹可以说因为16姐被误解的更加严重。年轻时的苑琼丹确实当得起风华绝代，万人惊艳。亚视版《云海玉公园》记录了她巅峰期的颜值。虽然这个角色的名字很好听，桑比伊，从名字到扮相看着都很像女主，但编剧不幸大脑染恙，桑比伊出场1分钟就自己领了盒饭。90年代过档 TVB 以后，苑琼丹甚至还被化妆师欺负。当时化妆师发型梳的马虎被他指出，但对方直接来了一句：“这里不是亚视。”苑琼丹只能自己给自己化妆。感觉 TVB 坑了不少从亚视跳槽的演员。吕颂贤除了《笑傲江湖》只有1部《离岛特警》，现在在大陆混得不温不火。上次出名还是《烈灼心理》和邓超的激情戏，张无忌强吻令狐冲。江华现在宁愿卖保险都不回去拍戏，似乎也就关咏荷在 TVB 真正扛住了压力，混到了当家花旦的地位。苑琼丹在 TVB 一直没演过女主，好在配角也都演得有声有色。我印象最深的是陈浩民版《西游记》中的乌鸦精，以及陈浩民版《封神榜》中的殷师娘。前者是他一贯擅长的喜剧形象，后者则彰显了他塑造悲情女性角色的能力。殷师娘对哪吒的拳拳爱子之心，当年看哭了无数观众，充分证明了喜剧演员都是怪物，以及肯定有很多人和我一样想冲进屏幕里暴打李靖和柳琵琶。除了被恶搞喜剧封印的颜值，苑琼丹最让人惋惜的还是他和林正英的感情。没错，就是毛小芳道长。1995年，两人合作《僵尸道长》。1996年，他倒追林正英，两人开始共同生活。但很快，林正英查出肝癌，主动与苑琼丹分手。当时他并不知情。1997年，林正英去世，年仅45岁。苑琼丹十分伤心，直到2004年，他才走出这段感情，和玻璃大王黄乃阳在美国登记结婚，婚后生活也十分低调。TVB 主展配之刘松仁、米雪。对许多年纪稍大的香港观众而言，松仁玉米不只是一道甜品，还是一对初代荧幕 CP。因为共同主演了亚视的《平松侠影录》，刘松仁和米雪被香港观众视为最佳 CP， 这版也是原著作者梁羽生最满意的一版。随后，两人还共同出演了亚视版《秦始皇》。虽然宣传语打的是松仁玉米，但这俩人只是客串，一个演荆轲，一个演荆轲的火焰知己雪莹。我一度怀疑《秦时明月》里荆轲和骊姬的人设就是受这部剧影响。虽然剧情一如既往天马行空，把秦始皇和孟姜女扯到了一起，但这部剧在港剧里算豪华大制作。刚出道的罗嘉良唱了同名主题曲也红极一时，甚至在日后成为男频穿越的必备3大神曲之一。每次看小说，看到男主角们唱这首歌的歌词，我都默认作者年龄超过40岁。刘松仁出道很早，1976年就签了 TVB， 而且一进去就主演了陆小凤系列电视剧，让他得了个冷峻武圣的称号。其实刘松仁的长相不算标准的正统帅哥，尤其是和黄日华等人对比，反而自带几分亦正亦邪的味道，非常符合小说里描述的3分凉薄、3分讥笑、4分漫不经心的霸道总裁。他也参演了不少位高权重、城府极深的角色，除了早期《京华春梦》中的公子哥金振熙，还有《八月桂花香》中的胡雪岩，《大时代》中的股票大亨方进新，《东京审判》中的法官梅汝敖。后者更是让他以香港演员的身份提名百花影帝和金鸡影帝。其中我对方进新的印象最深，这位70年代的股票大亨。方进新原本为人正直，思想睿智，却惨遭好兄弟丁邪报恩，被打到昏迷。醒来以后真成了睿智，沦落到求人打工的地步。这段表演真是看一次心酸一次。
古人云：丁蟹报仇，点到为止；丁蟹报恩，家破人亡，诚不我欺。除了 TVB 剧，刘思仁在合拍剧中也出演了许多让观众们印象深刻的重要配角。《天下第一》中野心勃勃又用情至深的铁胆神猴朱无视，《八大豪侠》中潇洒不羁的皇室绝剑关玉楼，《步步惊心》中心思缜密的康熙皇帝。2007年，香港回归10周年之际，他出演了央视和 TVB 合拍的主旋律大剧《岁月风云》，饰演钢铁大亨自主汽车公司总裁华文翰。虽然这部剧基本是某品牌汽车的加成广告，未能克服港陆合拍水土不服的问题，各种狗血三角恋看得人头大，但刘思仁的演技依然值得信赖，把华文翰年轻时的积极进取、坚韧不拔，以及老年时的刚愎自用、专横独裁，都演绎得十分到位。刘思仁的搭档米雪比他出道还早1年，1976年，米雪出演《射雕英雄传》中的黄蓉一角。这部剧在香港创下第一个100万收视纪录，本土评价高于黄日华、翁美玲的83版。1987年，他搭档刘松仁主演《啼笑姻缘》。2001年，两人又在《吴起花版倚天屠龙记》中分别饰演殷素素和张翠山。提到米雪，绕不过去的就是《溏心风暴》《宫心计》和《大太监》3部。《溏心风暴》的主要剧情分别是卖鲍鱼、卖月饼、开茶餐厅，而米雪的角色也从重情重义到阴险狡诈，再到卖女求财，她都把握得很到位。宫心计论剧情深度远不如金枝欲孽，但米雪的钟雪霞却足够立体。孝顺的她原本一心想出宫和母亲团聚，却被人诬陷下狱，错失了见母亲最后一面的机会。加上与她有情的布公公离奇死亡，她误会是多年姐妹阮翠云所为，从此二人势不两立。钟雪霞借阴谋诡计登上上宫之位，但天性中的善良未曾泯灭。在得知自己错怪了阮翠云以后，又主动放她和心上人离开宫廷。这个角色让米雪收获了更多香港观众的好感，同时拿下了那一年的最佳女配。而大太监虽然是李耀祥当男主，但米雪的慈禧丝毫没有被比下去，有不少女演员都成功出演过慈禧。米雪重点刻画了慈禧内心的脆弱，以及面对不争气的儿子同治皇帝的纠结心态。尽管和许多人印象中的慈禧大相径庭，却依然不失为成功的影视形象。最近几年，刘松仁减少了影视剧的拍摄，米雪则在各种古偶剧里演皇后、太后、太皇太后。最新一部是翻拍的经典老剧《10月初5的月光》，可惜新人演员、剧本、服化道都撑不起来，看来 TVB 也是黔驴技穷了。以上这些演员都是年轻时演主角，年纪大演配角的代表。虽然在影视圈出名要趁早是条铁律，但也有一些演员年轻时只能演配角，年纪大了还担任主角，攀上事业高峰。以下这几位非常典型。TVB 配转主之谢天华。1967年出生的谢天华，1984年以舞蹈演员的身份进入 TVB， 和郭富城还是同学，随后默默无闻的做了许多年伴舞。1992年签约滚石唱片，和陈小春、朱永棠组成了烽火海组合，是草蜢之后香港第2个舞蹈组合。后来他被张学友看中，出演《雪狼湖》男2号梁直，顺便还演了《古惑仔》里的大天二。1998年，谢天华以演员身份回到 TVB， 从第一部电视剧《真情》到离开 TVB， 他演了超过30部电视剧，大多都是打酱油的角色，而且人设都不怎么讨喜。直到2009年的《雪景狙击》，谢天华依然演的是配角拉菲哥，但这回他的人气盖过了主角，不仅拿下了最佳男配，甚至拉菲哥因公殉职的剧情被观众抗议，剧方又紧急补拍了特别版片段，创造了全剧最高收视率。前站电影《Laughing Girl》之便捷，直接让谢天华做主角，又找来吴镇宇、黄秋生和他配戏，拿下了当年香港暑期的票房冠军。2011年的《潜行狙击》，拉菲哥升职变 Laughing Sir， 成为专门替 CIB 训练卧底的教官，游走于黑白两道之间，表面看上去有点小坏，其实是充满正义感的真男人。谢天华演绎的如鱼得水，可惜后续的法网狙击、神枪狙击质量拉胯。演完神枪狙击以后，谢天华也离开了 TVB， 成立了自己的拉风工作室。此后，他依然在各种影视剧中演出，时不时开个演唱会，参加个综艺。今年年底，他参演的《板凳风暴5》即将上映。TVB 配转主之马国明。1974年出生的马国明，其实演过不少 TVB 经典剧集，比如《创世纪》《洗冤录》《寻秦记》《冲上云霄》。如果他一直不温不火，到今天大概也只是脸熟、长得不错、不记得名字的 TVB 艺员。好在07年，他终于迎来了在《律政新人王2》中担任主角的机会，也获得了视帝提名。但自此之后，他几乎年年提名，年年陪跑，直到去年才终于靠《白色强人》中的唐明夺下殊荣，总共被提名了12次才拿奖。此时大洋彼岸，有位玩水箱的胖子打了个喷嚏。除了专注演戏，马国明生活中是个爱更爱家的好男人。唯一的花边新闻是前女友黄心颖出轨许志安之后和平分手，现女友汤洛雯是段正淳、汤振松的女儿。今年1月1号，他曾发文说，如果马国明今年再拿视帝就结婚，就是不知道 TVB 肯不肯育成好事了。TVB 配转主之李耀祥。
1964年出生的李耀祥，大概是盘点的所有演员中最励志的一位。从86年加入 TVB 就一直在跑龙套，给周星驰、黎明、梁朝伟的剧里都演过配角。内地观众对他最初的印象应该来自95版《神雕侠侣》中的老顽童周伯通。实际上，在90年代的金庸剧和金庸同人剧里，李耀祥就演了一堆周伯通。95神雕已经是他第4次演周伯通了。96年，他参演张卫健版《西游记》，那个贱萌的猪八戒让我记忆犹新。这也是他首次和非凡哥麦长青合作。2年后，两个人又合拍了《西游记2》，引进内地后改名《天地争霸美猴王》。同年，李耀祥和 TVB 约满，尝试到电影圈一展拳脚，出演了《阴风耳》《阴阳路》等片，但都不算成功。2002年重返 TVB， 继续演男二男三。08年，靠古装喜剧《秀才爱上兵》中戴从文、戴从武两个角色获得了最佳男配。2009年，因为《金国枭雄》中台九一角的出色表演，夺得了 TVB 人气大奖，并连续获得观众最佳男角色、最佳男主角3个奖项，成为无线电视举办颁奖礼以来首位3两实地，也是第一个获配角奖以后第2年就获得主角奖项的艺人。2010年，又靠《金国枭雄之义海豪情》里的男主刘醒蝉联视帝。2012年，凭借《大赛季》中的李莲英3火视帝。虽然颜值在本期盘点的 TVB 演员中不算突出，但李耀祥的演技毋庸置疑，小角色也能让他演出大光彩，而他最终能依靠自己的实力让观众认同，也必须承认他是幸运的。TVB 的黄金配角们肯定远远不止我提到的这几位，有些人真的是演了一辈子的绿叶。大家还有哪些印象深刻的演员，也可以在弹幕和评论里帮我补充。那么本期视频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